母亲梦见死去的女儿头发离奇消失，就去火葬场讨要说法，没想到入殓师竟死不承认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红发女孩来到现场，还自称是老太太的女儿。在几人强烈要求下，入殓师不得不打开了藏尸柜的抽屉，结果这一看，老太太女儿的头发果然不翼而飞了。今天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中环街164号假中平假发店。这天傍晚，李中平正要关掉自己的假发店，然后再去洗个脚舒服舒服，结果他就看到一个红发女孩呆呆地站在自己的店门口。这女孩他也认识，自从女孩1周前在自己店里买了一顶假发后，他几乎每天都会在傍晚站在自己店门口盯着一顶假发看。李中平好几次朝他搭话，他都不理，这让李中平十分恼火。这天，李中平本来都把门拉下去了，结果看到那个女孩依然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周围的人看了还以为是李中平欺负了他，因此李中平把本来放下去的门又提了起来，高声地质问那女孩：你到底要搞什么呀？还让不让人做生意了？可让李中平没想到的是，这次那女孩却有了反应，她的脸色变得十分阴沉，眼神中也满是怨恨。突然，她推开了李中平，一下子就冲进了店里，随即径直地奔向一顶高级的假发，那是由真人头发混编纤维制成的。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红发女孩温柔地抚摸着那顶假发，看她那眼神就像是在抚摸着自己的头发一样。看到这一幕，李中平立马跑了过来，对她呵斥道：你干嘛？哎呦，不要乱动我的东西！可那女孩立马就不干了，还说这是自己的东西。话还没说完，她就一头朝李中平的肺顶了过去。李中平被这一下顶得有些呼吸困难，站在原地愣了半天。而那个红发女孩则趁此机会拿着假发走出了店铺。被顶了肺的李中平此刻也是虚得不行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红发女孩走掉了。再说本次故事的案发地点城西火葬场，在2015年7月23日的早上9点左右，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宋人头和一个即将火化的死者家属吵了起来。原来是死者小美的妈妈和哥哥从老家赶来，说是要见小美最后一面，可宋人头却以不合规定为由拒绝了。老太太解释说，她女儿在梦里告诉她一定要见自己最后一面，因为她女儿的头发很漂亮，她也很喜欢自己的那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。可是在梦里，她的头发却不见了，她一个劲地在那里念叨着自己的头发，因此老太太才非要见女儿最后一面不可。此刻的宋人头已经紧张得冷汗直冒，一看就是心里有鬼，但他知道一旦让二人见到了尸体，他就露馅了，因此他说什么也是不会同意的。双方都有自己的坚持，因此也就吵得不可开交。他早就把我的头发卖掉了，所以他根本就不敢让你们见我。这时假发店的那个红衣女孩突然出现了，红发女孩称自己就是小美，还对着自己的妈妈问好，这可把老太婆吓得不轻。接着她就回头对着宋人头怒斥，就是你狠心的剪掉了我的头发。可宋人头还是死鸭子嘴硬，最后就吵得更凶了。无奈之下，三人就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之后，觉得三人的要求合情合理，因此就提出了让家属再见死者一面的要求。这下子宋人头再也不敢拒绝了，于是只能迫不得已地打开了停尸冰柜。随着尸体一点点地展露出来，大家都有些紧张。就在尸体露出头部之后，众人才终于看到了事件的真相。小美的那一头秀发果然真的被剃掉了，而且她的眼睛竟然是睁开的，瞳孔也一直在向上翻着，似乎是在看自己的头发，模样很是恐怖。眼看证据确凿，小美的家人立即就炸了，说着就准备动手。不过为了防止事态升级，最后还是被警察拦下来了。而刚才的那个红发女孩却不知何时就消失了。宋人头知道自己无法再抵赖。据说在我们村有一个传闻，只要在下雨天拦路搭车的，一律都不要接，不然轻则精神失常，重则当场横死。故事发生在我爸的朋友李宗平身上，而我平常都叫他三叔。那天我和我爸到他家串门，要走的时候，外面下起了小雨，聊了一会儿，三叔指了指那把雨伞，说每当下雨的时候，他就会想起这把雨伞曾经救过他的命。我和我爸都非常好奇，三叔便给我们讲起一件往事。大概10年前左右，李宗平在市区开了一家五金店，经常要到乡下各地去送货。有一天下午，他正好要去一个稍微偏僻的村子送货，刚下国道不久，突然前面冒出一个打着雨伞的人，
吓得李宗平一脚踩下刹车，把头伸到窗外，怒骂那人：“你想死啊！”前面打伞的男人听到此话，却没有生气，反而提醒李宗平要下雨了，注意安全。说罢就打着伞跑了。李宗平看着那男人的背影，一阵无语，看了看天空，晴空万里，哪里会下什么雨？李宗平也没有计较这些，开着车往村子里赶去。到店之后，李宗平帮店主卸了货。这时，那个打着伞的男人又从远处跑了回来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要下雨了，注意安全。李宗平看着那人，就问店老板：“这人是不是神经病？大晴天的下什么雨？”此时的店主一脸的严肃，跟李宗平说：“一会儿肯定会下雨，你还是早点回吧。”这让李宗平感到非常奇怪，店主怎么会相信一个疯子说的话？随后，店主又嘱咐李宗平，如果回去途中下起了雨，遇上一个打着雨伞抱着孩子的女人，千万不能让她上车，一定要记住。转身便往店里走去，没有再和李宗平多说一句话。李宗平感觉今天的店主非常莫名其妙，但又不好说什么，便发动汽车往家开。可刚出村口没多久，竟然真的下起了雨，看样子还挺大。李宗平心想，那疯子难道是天气预报吗？就在这时，前方突然出现一个人，他开近一看，原来有个怀抱小孩的妇女，妇女打着一把黑色的大雨伞，在雨中缓缓前行，衣衫湿了一大片。李宗平心善，便摇下窗户问那女人要去哪里，要不要载你一程。那女人露出了开心的笑容，跟李宗平致谢。那女人怀抱着小孩，又撑着雨伞，半天都没有打开车门。李宗平看他们开车门费劲，便帮他们打开了。李宗平随即就问他们：“怎么这么大的雨还出门？”那女人说：“孩子突然发高烧，刚出门的时候雨不大，家里的男人不在家，就他一个人在家等不了。”李宗平就问他们是不是要去县城的诊所。那女人缓缓地点了点头。李宗平随即发动了车子，妇女一脸感激的表情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山路暴雨，自己走到县城，可想而知是多么的艰难。大概开了半个小时，终于到了县城的一个小诊所。此时雨已经停了，李宗平帮妇女打开车门，那女人下了车，眼睛湿漉漉的，不断对李宗平说着感谢。说完，那女人便抱着孩子急匆匆地向诊所跑去。李宗平回到了车上，发现那女人的雨伞落在了副驾驶位上。李宗平想赶紧叫住那女人，扭头向那女人的方向看了过去，这一看直让他头皮发麻。只见那女人开始变得虚幻起来，起初李宗平以为是自己眼花了，便揉了揉眼睛，等他再睁眼一看，那女人身影已经变得十分模糊，正在一点点的消失。李宗平心知自己是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吓得赶紧发动汽车往家赶。等回到家已经9点多钟了，他找了一个地方停下车，天空又下起了雨。这时李宗平想起副驾驶座上的那把黑色大雨伞，正是刚才抱小孩的女人落下的。李宗平看着外面的瓢泼大雨，鼓起勇气拿起那把雨伞，撑开往店里走去。经过小巷子的时候，突然刮起一阵大风，吹得李宗平险些把不住雨伞。这时3楼的一块广告牌被风吹落了，直直地朝他砸了过来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李宗平也来不及躲闪，慌乱之中把那把大雨伞挡在了面前。只听见砰的一声，李宗平被高空落下的广告牌砸倒在地，伞被巨力一砸，李宗平抓不住，掉落在一旁，而雨伞已经裂开了几个大口子，细细的伞骨断了好几根。他看着雨伞，心中不免有些后怕，如果没有那把雨伞，自己受的伤绝不只是这些。之后的几天，李宗平又要去那个村子里送货，便跟店主打听起此事。当店主听说我竟然能够平安无事，感叹我真是好人有好命。原来村子里有一个苦命的女人叫翠花，丈夫为了能让母子俩过上好生活，便外出打工，而家里家外都是由翠花操劳。有一天孩子发起了高烧，而又好巧不巧下起了大雨，翠花便挨家挨户敲门，求人把她送到县城医院。村里有车的人都以雨势太大为由拒绝了她。没有办法，孩子高烧不退，翠花只能自己抱着孩子向村外走去。有些冒雨回村的车看到大雨中行走的翠花，不但没有停下，还加快速度。见了翠花一身的泥水，翠花看着儿子难受的模样，就安慰儿子再忍忍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随后便加快了脚步。由于雨路湿滑，翠花一个不小心跌下了悬崖。当村民发现她的时候，是在河岸下游的浅滩上。翠花双目圆睁，充满了不甘，死死地凝望着自己的孩子。回来的丈夫悲痛不已，对着2个坟头嚎啕大哭。
他不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到底是为了什么，之后更是一夜白了头，每天就像神经病一样拿着把破雨伞在村里转悠。但是每当他要说出要下雨的时候，就特别准。起初村里的人都还不在意，但是慢慢的发现，只要下雨，村里人开车出去就会遇上车祸，严重的直接就死了，而车祸活下来的人都疯癫了，嘴里不停地说着翠花回来报复他们了。从那以后，只要下雨看见有女人打着雨伞，就会一脚油门冲出去，绝不停留。可是无论开多快，翠花总会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缓缓地回过头，质问那些人为什么不拉她。后来一下雨，村民都不敢再开车。李宗平向店主打听到了翠花的坟地，仔仔细细地打扫了一遍，对着坟墓不停地说着感谢。在李宗平看来，是翠花救了他一命。三叔的故事讲完了，雨也停了，我和父亲也回了家。不过在此也要劝大家相信科学，切勿迷信。下面的这件事发生在2017年，当年初3的时候，我跟着爸妈来到了姥姥家。姥姥家在农村，没有什么禁放烟花的条例，小孩子都在放鞭炮，过年的氛围要比城里浓。虽说已经是大年初3了，可到处还有鞭炮声，地上也都散落着很多鞭炮燃放过的纸屑。来到姥姥家，发现大姨和大姨夫比我们早就到了。姥姥家是典型的农家院，进门对着正房，左右都是厢房，也是仓房。姥姥一见到我特别高兴，一把把我抱在了怀里。而我的姥爷在我4、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所以印象并没有那么深。记忆中他总是戴着一个皱巴巴的帽子，经常抽旱烟，身上有很浓的烟油籽味。我小的时候非常不喜欢那个味道，因为很呛人。姥爷还时常对我说，这烟袋油子是好东西，能治百病。姥爷去世之后，姥姥就把他的烟袋放在了他的遗像前，算是一种纪念吧。随后我爸就跟大姨夫聊了起来，大姨夫不抽烟，也不怎么喝酒，我妈和大姨就在厨房里忙着做饭，我趁没人注意就溜了出去。姥姥家有一个十分让我好奇又害怕的地方，那就是仓房。我走到那里，趴在窗户上往里看，里面姥姥给自己准备一口大棺材。我至今才明白，在农村里，年龄大的老人都会给自己买一口大棺材，但是我小时候十分不理解，觉得很不吉利。我正看得入迷，突然一双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，吓了我一大跳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我妈让我回屋吃饭。想想那时候一大家子围在一起是多么的温馨。我大姨夫被我爸灌了2杯酒，直接化身小趴菜，趴在炕上睡着了。我妈则和我大姨在炕边聊天，我坐在炕里玩手机。大姨夫睡了一会，开始时不时的咳嗽，声音像个老头子似的。睡着，他突然坐了起来。我妈还以为大姨夫酒醒了，还跟他开玩笑，姐夫这么快就醒了，你的酒量也不行啊。大姨夫也没回应他，而是吓得穿了鞋，径直地走到老爷的供桌前，拿起了老爷留下的烟袋，坐回到炕沿边，很麻利地装上了一袋烟。这让我妈和大姨都觉得奇怪，大姨夫平常不抽烟，怎么会装烟袋呢？就让他赶紧放回去，别弄坏了。大姨夫依旧不回话，而是划了根火柴，把烟袋点着了，深深地吸了2口。我妈就打趣道，姐，你看我姐夫抽烟像不像咱爸？大姨夫抽了几口烟，向我招手让我过去，我就走了过去。大姨夫把我搂在怀里，把烟袋在眼前晃了晃，让我抽上一口。此时我闻到了一股极其浓烈的烟袋油子味，那种味道正是老爷身上的，可老爷已经去世了，这可把我吓得不轻，忙从大姨夫怀里挣脱了出来，扑向了我妈。我妈忙问我怎么了，我语无伦次地说那是老爷。起初我妈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又强调了一遍那是老爷的烟味，她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而且大姨夫连烟都不会抽的人，怎么会熟悉的抽旱烟呢？大姨夫抽烟的神态分明就和老爷是一样的。这时姥姥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大声吼道，李宗平，是少你吃了还是少你穿的了？你看你把孩子吓得赶紧走吧。姥姥骂了几句，大姨夫往身后一倒，没了动静，烟袋锅子掉到了一旁。大姨摇晃了好半天才把姨夫叫醒，他醒来之后还是一脸的醉意，根本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事。后来姥姥跟我说，是老爷想我了，回来看看我。那次我还发了2天烧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老爷下的。好的，最后提醒一下大家，本次故事纯属虚构，一定要相信科学，切勿迷信。村里有人去世了，却没想到吊唁的当晚，棺材发生这样诡异的异象。这是我的一个亲身经历，事情发生在2014年10月份。那年11小长假，我回到了湖南老家。到家的第2天，奶奶就跟我说，我一个同宗的亲戚去世了。因为我父母都在外地工作，家里除了奶奶就是我，而奶奶行动不便，就让我代表家里去吊唁。我并不想去，因为去吊唁的都是沾亲带故的，
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得叔伯的叫着打招呼，可也没办法，不去也说不过去。等我走到那户亲戚家门口，已经来了很多吊唁的人。我的一个叔叔正在安慰家属，论辈分死去的是我远房大伯，站在门口接待宾朋的是我的2个堂哥。我这个远房大伯听说是鼻咽癌，听说没少为这病受罪，如今走了，很多人都说这样就都解脱了。我和2个堂哥打了招呼，跟着人群往灵堂里走。我们那一般死人都会停在棺材里，供亲朋好友吊唁最后一面。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近距离地看着一口棺材。据说见到棺材的人在评论区打出见棺发财就会身体健康发大财。就见堂屋正中停放着一口红木大棺材，地上放着火盆，几个亲友在鞠躬，也有痛哭流涕的。我也跟在吊唁的亲友身后到灵堂里瞻仰死者遗容。虽然死者是我的大伯，但平时并没有什么交集，也谈不上感情。看到别的亲友哀哭吊灵的，我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。可当我走到棺材边往里面看的时候，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这是我第一次直面死人。死掉的大伯脸上盖着一张黄纸，身上穿着寿衣，棺木里面还放置了很多大冰块。那张盖在脸上的黄纸被一层泛黄的液体浸湿了一大块，大伯的脸上也有一层像汗水一样的液体流出，应该是因为天气热的原因。大伯的遗体散发着阵阵腐烂的臭味，那冰块应该是用来防腐的。我知道不礼貌，可还是忍不住用手掩住了口鼻。瞻仰过遗体，我和一个同宗的兄弟溜到了院外，扶着一棵大树不住的干呕。和我同宗的兄弟叫大鹏，论血缘关系和去世的大伯家更近一些。我们小时候常在一起玩，他一边拍打我的后背，一边关切地问我感觉怎么样。我就跟他说起了灵堂里都是尸臭味的事，那味道实在是让人作呕。大鹏并没有像我那么大的反应，他说我们那个地方就是这样，如果尸体不停够3天，提前下葬了，会有人说闲话，也是不孝的表现。我对这些传统繁琐的风俗一向没什么好感，现在天气这么热，如果尸体一直那样放着，不腐烂生蛆才怪，恐怕放多少冰块都没有用。大鹏看我没什么事，就转身往回走，还不忘回头提醒我要留下帮忙，这也是我们那的风俗之一。有亲戚去世了，小辈都要去打杂帮忙，因为要接待亲戚，少不了端茶倒水的。离家之前，奶奶也交代我了，都是亲戚要留下来帮忙。我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大鹏后面往回走，跑东跑西的，一直忙到了晚上。我正收拾凳子，主家的2个哥哥从灵堂里跑了出来，用衣服的袖子掩着口鼻，看起来他们也受不了尸臭味了。哥俩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商量着，尸首这么放3天肯定不行，得想想办法才行。等他们走了，我隐约听到灵堂里传出滴答滴答的水滴声，我就扭头去看。灵堂里的光线不是很好，但是我还是能看清在棺材的拼接处有液体流出来，那是一种看上去很粘稠的淡黄色液体，应该是棺材里的冰融化了，顺着棺材的缝隙流了出来。地上已经滴落了很多液体，有的甚至隐约有蛆虫在蠕动。我赶紧转移视线，又坚持了帮着把活干完。在回家的路上还一阵阵翻着恶心，感觉身上都是腐臭味。忙了一天忙还不算完，第2天奶奶还要我去帮忙，因为村里很多年轻的都出去打工了，人手不够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再去到去世的大伯家帮忙。我慢吞吞地走到了大伯家门口，就看见很多村民围在门口窃窃私语，看样子并不是来吊唁的。我在人群里看到了大鹏，就忙招手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。大鹏看到是我，兴奋地叫我跟着一块看热闹，说是大伯的2个儿子请了个能人来做法，把尸臭味转移走。我听了却觉得好笑，居然还有办法可以把尸体的腐臭味转移走。我就问大鹏做什么法，大鹏也不多解释，推搡着围观的人，拉着我往前挤，嘴里嚷着让一下，我们是来帮忙的。我们2个挤进院子，来到灵堂前，大伯的2个儿子站在灵堂前，掩着口鼻，灵堂里的尸臭味比昨天还要浓重，让人难以忍受。就见一个道士打扮的人站在棺材旁边，地上放着一只母鸡，那道士应该就是大鹏说的被请来的高人，他一手持着木剑，一手摇晃着一个铜铃，嘴里念念有词的。那道士手持木剑摇铜铃，脚踏云步，念着听不懂的咒文，绕着棺材一圈圈地走着。这画面让我更加确信，这就是个骗人钱财的神棍，掐诀念咒就能让空气清新。
这不是开玩笑吗？那道士念了一遍咒，把木剑探进了棺材里。我想看清楚他玩的什么把戏，就扶着大鹏的肩膀，踮起脚来，伸头往棺材里面看。那道士用木剑挑起了盖在大伯脸上的黄纸，随着大伯脸上的黄纸被挑起来，我看清了大伯的脸，那是一张让人作呕的脸。大伯死于鼻咽癌，他的脸上烂出了一个大窟窿，甚至有蛆虫在蠕动，脸上也布满貌似流着汗水一样浑浊的液体。那道士用木剑挑起了黄纸，嘴里仍是念念有词。他把那张湿哒哒的黄纸盖到了地上的母鸡身上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出乎我的意料，那张黄纸盖在了鸡身上，片刻之间，鸡身下流出了大量的脓水，那只鸡就在我面前开始腐烂，只有几分钟的时间，就由一只活鸡变成了爬满蛆虫的烂肉。做完法，那个道士累得满头大汗，回头嘱咐我那2个堂哥赶紧把那只腐烂的死鸡埋了，还嘱咐要在埋前撒上糯米，埋完之后还要撒上石灰。至于为什么要那样做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我其中一个堂哥找了个袋子，把那只腐烂生蛆的死鸡装了起来，拿去掩埋了。清理掉了死鸡，那道士又拿出一些枯黄的稻草，在棺木周围点燃，升起了一阵浓烟。浓烟散去之后，灵堂里竟然真的没有腐臭了。接下来就没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到了第2天封棺，下葬都如常进行。关于那个道士是怎么把尸臭和脓血、蛆虫转移到鸡身上的，始终不得解。最后我得出2个结论：一，要么就是那个道士编的戏法太过高明，虽然就在我眼前，我却没有看穿；二，那就是这个世上有很多东西是科学和常理无法理解的。小的时候，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，我从小就跟奶奶住在一起。我奶奶这个人为人很好，就是太啰嗦，生怕我的母亲回来埋怨她没有把我给照顾好。我记得那天我跟邻居家的小孩一块玩，眼看天就要快黑了，奶奶要去给我小姑家拿点东西，来回也就10几分钟就能回来。奶奶一去就是小半天也没见人回来，我在路边等了几个小时，也不见奶奶回来，就独自一人往家里走。因为回到家就我一个人，有点害怕，就把大门插上了，就朝屋里走去。晚上10点多我都睡着了，奶奶还是没有回来。我睡得正香，被外屋的动静吵醒了，像是有一个人在走，小碎步在那里来回的走动。我还以为是我的奶奶回来了，可转念一想，我奶奶可不会走这种小碎步。我刚想怀疑是不是家里进来贼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屋外那个人就开始喊一个人的名字。那个人的声音感觉上气不接下气，快死不活的那种，听得我汗毛竖起。我从屋里看到他的2个脚尖朝地，就准备要进来。帘子掀开的一瞬间，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。进来一个老头，2只眼睛睁得老大，身体骨瘦如柴的。我赶紧用被子蒙住了头，钻在被窝吓得不敢发出哭声。那老头在屋里溜达过来溜达过去，嘴里一直叫着张淑芬的名字。转了一会，那老头又朝屋外走去。我听屋里没有了动静，迅速从床上爬了下来，打开窗户往院子里跑。我从大门里跑出来就开始哭，跑到路边却看到那2个老家伙晚上10点多不回家睡觉，还在那里约会。我哭着说家里进来一个陌生人。很快好几家的邻居叔伯拿着木棍就去了我家，进到厨房看了看，走到我住的房间看了看，又在院里搜了几遍，也没见我看见的老头。我家住在死胡同里面，叔伯们觉得我可能是做了噩梦。我哭着解释说那个老头好像在找人，我以前并不知道张淑芬就是我奶奶的名字，直到今天邻居奶奶说我才知道。我不明白那老头为什么找我的奶奶。邻居看我一个人在家，怕再发生别的意外，就在我家陪着我，并联系我的叔过来。我叔过来说奶奶在小姑家心脏病发，人被送到了医院。我到医院看到奶奶躺在病床上，并无大碍，哭着把屋里发生的事说给了奶奶听。我小姑他们一听感到很吃惊，因为我奶奶抢救的时间跟屋里那个老头出现的时间基本是一样的，只因一句玩笑话，2家却反目成仇。事情发生在山东某地的一个村庄，村西头有2户人家紧挨在一块，一户姓杨，一户姓李。姓杨的名叫杨老三，姓李的叫李宗平。2个人年纪相仿，由于离得比较近，关系也比较好，就连2人结婚也是前后脚，媳妇怀孕也是相同的时间。2人下地就谈论此事，要是生的都是男孩子，就让他们结为异姓兄弟；要是一男一女，就结个亲家。李宗平家4代单传，全家都盼望着生个儿子。杨老三却不在意这些，所谓天不遂人愿，杨老三生了个儿子，李宗平生了个女儿。2人为了庆祝喜的贵子，就找了个小饭馆一起喝酒吃饭。席间，杨老三就劝李宗平别那么丧气，不就是生了个姑娘吗？姑娘有什么不好的？
可李宗平却说：“你生了个儿子。”当然这么说，我们老李家可是4代单传。当时杨老三也是喝多了，便开了一句玩笑话：“那是你们家种不行。”随后便哈哈大笑。所谓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李宗平便记恨上了杨老三。两人因为这事，谁也不搭理对方，到最后甚至反目成仇，处处对着干。大人结了仇，也影响到了孩子身上。孩子虽然天天见面，但家长都不让跟对方的孩子玩。转眼间，两家的孩子已经7岁了。单说有那么一天，杨家小子带着发小在村里闲逛，用弹弓打鸟。杨小光从小就皮，平时没少给杨老三惹事。那天他在家门口打鸟，正巧李家的女儿也在门口玩。杨小光受大人影响，对李家的女儿有着莫名其妙的仇恨。他架起弹弓，瞄准了李家的女儿。杨小光起初只想吓吓李宗平的女儿，可没想到手一滑，弹弓竟然发射出去，正好打在了李家女儿的眼睛上。李宗平赶紧把她送到了县医院，人虽然没事，但眼珠却被摘出了。杨老三知道儿子闯了大祸，慌忙买了礼品去医院看望李媛媛。李宗平此时对杨老三父子恨之入骨，无论他们怎么哀求，都不让他们进去，还把拿来的东西甩在了地上。杨老三的媳妇看到李宗平正在气头上，就拉着杨老三回去再说。刚转头没走几步，李宗平追了上来，冲着杨老三大喊：“把你家小崽子给我看好了，让我碰上，非得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不可！”杨老三一听这话，也极为恼火，怒斥李宗平：“你敢动我儿子一下试试？”最后被他媳妇给劝走了。医生说，李媛媛的眼睛虽然瞎了一个，但并没有生命危险。可几天过后，李媛媛却死了。李宗平和他媳妇把尸体抬到了杨老三家，让杨老三把他儿子交出来，给他女儿赔命。杨老三自知理亏，紧锁大门，躲在屋里不敢出来。李宗平在门口足足闹了好几天才消停，村里人都议论纷纷。杨老三也怕李宗平气急了，针对儿子下手，就连夜把儿子送到了姥姥家。这件事暂时消停了下来，可背地里村民还在议论着，都说老李家真够倒霉，弹弓打了眼睛就能打死。但还有人说李宗平从不喜欢女儿，他家的媛媛是被他掐死的。因为李媛媛死的时候，有村民看到她的整个脸都是紫色，像是死于窒息，而且脖子上还有淤紫的斑。平时李宗平就没少对女儿打骂，这事可就传开了。再说杨小光在姥姥家足足住了1个多月才敢回家，可回到家没几天却失踪了。这个急坏了杨老三，他发动亲戚在村里村外地毯式搜索，最后有人说看到他拿着弹弓往后山去了。大家伙都去后山寻找，找了好半天，有人在土坡下发现了杨小光，他蜷在土坡下，身上全是土，耷拉着脑袋一动也不动。杨老三发了疯似的跑了过去，他以为是儿子从土坡上摔下来摔晕了，可等他把儿子翻过身来，吓得他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只见儿子眼窝里插着一根树枝，深入脑髓，人早已经死了。杨老三起初觉得儿子是个意外，悲痛之余把儿子的尸体抬回了家，可却有人说他儿子的死可能跟李宗平有关。有人看见李宗平跟着他儿子上了山。杨老三听说之后，气势汹汹地踹开了李宗平家的门，二话不说直接开打。杨老三说是李宗平杀死了他的儿子，李宗平说他儿子那是死于报应，让他别血口喷人。杨老三气愤极了，说你他妈连自己女儿都能不掐死，你有什么干不出来？李宗平平日里也听惯了这些流言蜚语，可打从杨老三嘴里说出来，他实在受不了，就要和他拼命。邻居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俩劝开。杨老三埋葬了儿子，两口子就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地方，从那以后再也没回来过。又过了1年，李宗平的媳妇又怀孕了，这让村里的人更加确定他女儿很有可能是被他掐死的。下面的这件事讲的是万物皆有灵。2007年我遇到的一件事，当时我住在一个破小区，周边小巷里有很多的流浪猫狗，虽然我对狗毛过瘾，但我还是经常拿一些狗粮去喂它们。在那一条小巷有一条黑白花的狗，见了我总是黏我，我也是特别喜欢它，所以对它也是特殊照顾。我每到小巷喂它，它都会围着我转，特别温顺乖巧。我也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奶牛，由于对狗毛过敏，每次回家都一直打喷嚏。那一年9月份，公司安排我出差几天，小区的保安我也很熟，经常跟我打招呼。几天过后，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，出租车开到离小区不远的地方，司机客气地跟我说前面在修路，过不去，让我自己走几步吧。我刚下车，就一股冷风袭来，由于太晚，我就想抄近路走那条小巷，小巷里并没有灯，从黑暗中我看到奶牛走了过来，但是他的样子很凶，这让我非常紧张。难道他不认识我了吗？我尝试和他沟通，往前迈了一步，奶牛立马做出要攻击我的样子，对我狂吠。我真害怕他咬到我，就往后退了几步。我又尝试着想从墙边贴着过去，还安慰奶牛明天给他带好吃的。
可我刚走一步，他就冲我大叫一声，吓得我赶忙往后撤。就在我退了几步之后，突然间轰的一声，一个楼顶废弃的广告灯箱掉了下来，这个把我吓了一大跳。如果不是奶牛挡住我，那广告牌一定会砸到我的头上。我好半天才缓过来，才想起奶牛被砸在了下面。我赶忙跑了过去，掀开灯箱，却没有看到奶牛。我心想，可能在灯箱掉落的时候就跑掉了。然后我就回了家。第二天下班，我买了很多的狗零食，准备去喂它一下。在小区里遇到了跟我打招呼的保安，问我是不是去喂狗，还跟我说前几天要是我在的话，奶牛就不会死了，因为附近有许多居民痛恨流浪猫狗，所以会投放毒药，奶牛误食了有毒的食物，被药死了。这让我心里特别的难受。保安并不会说谎，可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，因为我昨天晚上看到的确实是奶牛。难道是他的魂魄出来救了我一命？想到这，我十分的悲痛，走到小巷里，不停地呼唤奶牛的名字，却没有见他跑过来。我把食物留在了那里，在之后的日子里，我还会照常喂流浪猫狗，只不过不会再过多的投入感情。今天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，那是村里有个叫吴娟的女孩，长得特别漂亮。村里村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没有不想娶她为妻的，可吴娟早就有了意中人，也是我们村的，名字叫做李平。只不过李平的家里条件不好，而吴娟的父母又是个势利眼，竟然明码标价，说是谁想要娶吴娟，彩礼必须20万，否则就免谈。在那时20万可不是小数目，所以吴娟的亲事也就一直没定。但虽然家里反对，可她还是会偷偷的和李平约会。其实也不光是吴娟家，几乎全村嫁女儿都是这个家。当时村里有个叫牛马的闲汉，也早就看上了吴娟，并扬言要把吴娟娶回家。虽然这个牛马没上过几天学，也没个正经工作，可他善于拉拢关系，隔三差五的便请村里领导吃饭，等吃完饭又聚在一块打牌，3千5千的输给那几个村干部。就这么着，他把本属于集体的后山采石场给承包了下来，石头一车车拉到了城里的工地上，钱也像流水一样的进了牛马的口袋。不到2年的光景，他就摇身一变成了村里的首富。虽说有了票子，也在外面见识了不少的女人，可牛马的心里始终都惦记着吴娟，而且他这次回来更是准备好了20万的彩礼。不过也就是在当天，李平恰好也来到了吴娟家，他把自己东拼西凑借来的8万块给摆在了桌子上。可吴娟的父母根本就看不上那点，任李平怎么说也不同意这门婚事。最后见李平纠缠不休，干脆一下子把彩礼打到了地上。见此情形，李平也想不出别的办法，只能捡起那些票子离开了。可没成想，他刚出门就碰到了牛马，两个人错身而过，谁也没理谁。看着牛马进了吴娟家，李平也知道他是去干什么的，但他也没办法，只能恨自己没本事挣不来大钱，也恨吴娟的父母势利眼。就这样，牛马和吴娟的婚事很快就定了下来。两人结婚的那天，牛马更是雇了一整个车队，排场特别大。可虽说他是洋洋得意了，但吴娟却自始至终都没有一点笑模样，以至于结婚之后，牛马总觉得吴娟心里没的，经常对吴娟非打即骂，而吴娟也只能整天以泪洗面。单说有那么一次，他从外面回来就看到吴娟和李平在路上说话，还有说有笑的，吴娟可从来没给过他笑脸。见此，牛马是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恨得慌。他想着一定要除掉李平，于是隔天他就找到李平，说是想让他帮忙管理采石场，工资也给的特别高。李平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。果不其然，等李平刚到采石场才1个星期，就从石崖上摔了下去。等警察赶到的时候，人早就死了，而且半张脸都摔烂了，血肉模糊的，简直惨不忍睹。不过李平的死却被定性为意外坠崖，因此牛马还假模假式的赔了一些钱。他以为李平死了，自己能安生的过日子了。然而就在李平死的第7天，他一回家就看见了一个人影，而那人影正往屋里走，赫然正是已经死掉的李平。见此情形，牛马赶忙进了屋，可屋里却只有吴娟一人在那看电视。这件事让牛马有点睡不着了，他觉得李平是回来找他报仇的，他必须要先下手为强。于是第2天他就找了一个当地比较有名的先生，送上了大把的票子，求那先生给他指个道。而那位先生刚好也是吴德，教了牛马一个狠毒的法子。于是他便按照先生教的办法，拎了一桶狗血来到李平的坟前，直接把那桶狗血全都浇到了坟头上。他想让李平的魂魄永远都被镇压在这座坟墓里。原本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却不成想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因为就在当天夜里，牛马睡觉的时候，一只满是鲜血的手突然就搭在了他的脸上。当时他嗷的一嗓子就窜了起来，
竟发现是李萍躺在了床上。可随着他的眼睛一花，那满是血污的脸又变成了吴娟的。可他自己又不敢跟吴娟说自己做的亏心事，只能点了根烟往厕所走去。虽然牛马这2年挣了点票子，可他还是习惯用旱厕，就在院子的墙角处。然而就在他刚进厕所，还没来得及放水，就瞅见眼前的墙上有东西在动，随后一张血脸猛地从墙里冒了出来。那模样不是李萍还能是谁？见到这一幕，吓得牛马连滚带爬的跑出了厕所，正巧撞到了要出来上厕所的吴娟，于是他就慌里慌张的说是李萍回来找他报仇了。但等他转头一看，身后却什么也没有。不过牛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便没再理会吴娟，径直就进了屋。也就是从那之后，牛马天天都疑神疑鬼的，处处都能见到李萍满身是血的跟着他。久而久之，他便也不再出门了，每天都紧锁大门，躲在屋里，哪也不敢去。没多久，他就瘦得脱了相，人也有些疯疯癫癫的。吴娟一看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就跟牛马离了婚。但在离开的时候，吴娟却露出了笑模样。也就是吴娟离开的那天，牛马摇摇晃晃地走进了派出所，交代了是他把李萍从山崖上给推了下去的，最后被判了死刑。至于吴娟后来去了哪里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听人说是搬到了城里，还有人说看到了他和别的男人走在了一起，而那个男的长得特别像李萍。这个老头特别的凶，李中平他们上学会经过他家，只要他们的声音大一点，老头就会跑出来骂他们。李中平他们故意气他，老头就会举着拐杖追打他们。他可不是吓唬李中平几人，要被追上那可真得吃几拐杖。不过好在他的腿脚不利索，基本上没追上过李中平几人。那个老头姓唐，大人们说他就没干过什么好事，年轻时是个五毒俱全的人，老了也不善。村里人谈论起他的时候，都说他会不得好死。李中平他们也希望老头早点死，因为老头总是凶他们。终于在李中平6年级的时候，老头死了。大人们不愿意让小孩在那多待，就撵李中平他们回家。就在李中平几人要走的时候，注意到了门口摆放的花圈，想起平时老头总是打骂几人，李中平他们就一肚子气。于是几个小孩就商量着报复老头一下。李中平找到一个打火机，偷偷的把门口的花圈点了。点完后怕被大人们发现，几人就赶紧跑了。李中平贱兮兮的跑在最后边，就在他要跑下台阶的时候，脚下忽然就被绊了一下，可他的脚下明明什么都没有。李中平就这样从台阶上滚了下来，摔得不省人事，被人送到了医院。在医院他就一直发高烧说胡话，还一直不停地出着汗。李中平的妈妈怎么叫他也叫不醒。而那个时候李中平正在梦中被老头追着打，在梦中唐老头脚也不瘸了，李中平只能拼命跑，累得满头大汗的。后来李中平的奶奶过来了，一看就说这是撞上脏东西了。于是李奶奶就找到了李中平的2个伙伴，把事情问清楚了。李奶奶让李父买了新的花圈送到了唐老头家，之后他又去唐老头灵堂前说了很多好话，还说让李父揍李中平一顿给唐老头出气。后来李父就在医院对昏迷不醒的李中平动起了手，而他每打一下李中平就轻松几分，后来眼睛也能睁开了。李中平晕晕乎乎的，就看见唐老头就站在门口，等李中平完全清醒之后就又看不见了。李父揍了他一顿，他竟然神奇的退了烧好了。后来听说李老头就是在台阶那摔倒了，磕到了后脑勺，给磕死了。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，李中平都不敢在台阶那走，因为李中平怕唐老头再拉他的脚。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3兄弟为了让老爹早死早投胎，竟然使用邪术，用蜡烛为老爷子燃寿。这件事发生在1999年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宁固镇黄山村，村里的李长寿老爷子去世了，家里的3个儿子正在准备后事。李老头今年突然脑梗，瘫痪在床，没少遭罪，村民安慰他们哥几个，这李老头也算解脱了。李家在村里也算个大族，来吊唁的人很多，李家哥仨可没少忙活。说起这3兄弟，在村里混得也不错，老大在县里是公务员，拿着国家工资，平时还有些外快。老二是村里小学的校长，工作轻松，一年还不少赚。老三更是厉害，养了好几辆大车，在省城那边运煤，可算是村里的首富。哥几个都有钱，这白事办的，村里人也挑不出理来。到了晚上，按照规矩需要守灵，老三就说守什么守，都什么年代了，都回屋睡觉。3人毕竟都是当小领导的人，最后一合计就都回屋睡觉了。偌大的灵堂，连个守蜡烛的人都没有，这哥仨也没敢回家睡，就在他爹灵堂里屋的大炕上睡得正香。也不知睡了多久，外屋灵堂传来了嘎巴的一声，把老二给吵醒了。老二爬起来仔细一听，像是有人砸棺材的声音，他赶忙把老大、老三喊起来，让他们仔细听。寂静的夜里的声音更加明显，就像是木板碎裂的声音。3人赶忙起身，准备去灵堂看一看。等他们一开门，哥仨就傻眼了，
声音真是李老头的棺材发出来的。此时那副棺材正左摇右晃地动着，正在这时，突然咔吧一声，棺材一侧的木板裂开了一道很大的口子。三兄弟一看，老爷子马上要从棺材里蹦出来，就跑上去压住了棺材。可这样一直压着也不是事，老三就让大哥拿条绳子过来，哥仨手忙脚乱的左一道右一道的把棺材捆了起来。可那大棺材虽然被牢牢的捆住了，但还是不停地摇晃着，眼看着麻绳被紧紧地绷了起来，随时都有可能崩裂。正当不知所措时，老三突然想到棺材铺里的于老头，对邪乎事懂一点，就让老大赶紧去找于老头。老大一走，老二老三心里更是一阵阵发毛。没过多久，老大就把于老头给请来了。一进门，老三就指责于老头棺材质量不行，可于老头根本没搭理他，而是一声不吭地来到棺材旁边，仔细地看了起来。于老头不答话，哥仨心里都有些发虚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谁也没敢再说话。只见那于老头围着棺材，又是看又是摸，最后深深叹了口气，说我这棺材没有问题，问题出在你们哥仨身上。兄弟三人听完此话，心里都是一颤，互相对视了一眼，谁也没敢说话。于老头声音大了几分，你们要不说实话，我可就不管了。买棺材的时候问你们，你们就不说实话，现在还不想说，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你们爹就是到那边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这一下兄弟三人全都吓傻了。老三吞吞吐吐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。原来是今年年初，李老爷子突然脑梗瘫痪在床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李老头老伴走得早，家里的3个儿子就得伺候，可儿子工作忙，这时就得儿媳妇了。儿媳嫌弃老爹身上臭，没几天就不耐烦了。那时候农村也没人请保姆，儿子儿媳妇都在，请保姆反而让人笑话。可是天天自己伺候着尿拉的，3个儿子也都有些受不了。俗话说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久而久之，3个儿子都开始动起了歪心思。有一天，3兄弟凑到一块，老三听说有个邪法子能早点把老爷子送走，问老大老二同不同意。要是同意，他可就去找了。以前他们3兄弟总是闹别扭，可这一次却是出奇的一致。第二天，老三就带过来一个面色阴沉的老太太，问老太太说，这是损他阴德，会折他的寿命，需要大量的钱。兄弟3人都有钱，一咬牙就同意了。那老太婆围着李老头转了几圈，说李老头正常还能挺过3年，这使得费点劲。随后他从包里掏出3样东西，一支白蜡烛，一根细细的红绳子，还有一张黄纸符。他在黄纸符上写上了李老头的生辰八字，然后用那根红绳子把黄纸符一圈圈地捆在了白蜡烛上，冲绳的另一头拴在了李老头的左手中指上。那支蜡烛也不知道什么做的，点上之后发出一股熏人的味道。随着蜡烛越燃越短，那黄纸符和红绳也越来越少，那李老头的气色也是越变越差。兄弟3人眼瞅着自己的老爹出气多进气少，心里像是打翻了5味瓶，不知是个啥滋味，最后全都不肯看自己的亲爹了，背过身去盯着那小半截蜡烛，一直看到那半截蜡烛烧完了，黄纸符和红绳也都燃烧殆尽了，就听见身后的老太婆说，你爹他走了。3个人如释重负，都松了一口气。李老头并非正常死亡，那嘴巴张得老大，圆睁的眼睛怎么也合不上。兄弟3个看着老爹这个样子，心里也都打怵，但是木已成舟，这事也不能惊动外人。3人给老爹穿上了寿衣，收拾到了棺材里。于老头听完之后，大骂兄弟3人真是丧尽天良，畜生不如。不过说来也怪，这3人刚说完，李老头棺材突然不动了，那嘎巴的断裂声也停止了。于老头一看这情况，也明白了李老爷子的意思，他就是想让自己死个明白，棺材不再开裂晃动了，可也只能捆着麻绳下葬。这是让全村人都看着奇怪，而且按照于老头所说，这口大棺材不能平葬，因为李老头并非寿终尽寝，必须竖着葬，站上3年才能平躺下来。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，先人竖着葬，后人一定帮。于老头嘱咐兄弟3人，每天的和活着一样，把1日3餐送到坟上去。起初哥3个觉得是于老头折腾人的主意，可是只要耽误一顿，不是头疼脑热，就是什么事都不顺利。兄弟3人见过几次，再也不敢不送，每天1日3餐，准时准点的，没敢少过送。就这样一直坚持了3年。下面的这件事说是《聊斋志异》中山东府有一位李姓大财主，家里有数不完的钱财，每天就是带着一条狗吃喝玩乐。有一天，他带着爱犬望台来到一家酒楼吃饭，点了好几样菜，美美的吃了起来。吃着吃着，门外来了一个老乞丐，说是3天3夜没吃饭了，饿得走路直打晃，求李财主给他一些残羹剩饭饱腹。李财主就撕下了一条鸡腿，可他不是给乞丐的，
而是给了蹲在脚下的旺财，并要求店小二把老乞丐轰走，影响他的胃口。吃饱喝足，又在街市上逛了逛，天就黑了起来。一阵尿意袭来，他边解裤子边走进一条小巷，站在墙根就开始放水。余光中瞥见边上好像卧着一个人，定睛一看，这不是白天的那个老乞丐吗？怎么会死在这儿？他翻着个白眼瞪着他。李财主咒骂着：“真他娘的晦气！”提起裤子就往外走。刚一出小巷，就看见几个衣衫褴褛的人在抢什么，是一枚仙桃。争抢之中，仙桃落到了李财主手里，他正想吃个水果解解腻，便大口吃了起来。吃完了，一抹嘴，本以为那几个人会怒目而视，可那几个人却露出了诡异的微笑。李财主突然觉得腹中异常饥饿，他刚刚还有些撑呢，又觉得脸往下垂，摸了摸，顷刻之间瘦到了2-3身线，衣服也变得松垮不堪。刚想呼唤自家的旺财，可旺财对他狂吠不止，还撕咬他的衣服。他一路逃到了街上，腹中极痛，如刀割，如火烧。他想到酒楼填饱肚子，可摸来摸去也没在身上找到1分钱了，腹中疼痛万分，他只能伸手乞讨，却被店小二轰了出去。饥饿难忍之下，他看到路边的泥土树叶，抓起就往嘴里填，可越吃啊，饥饿感就越盛，只能痛苦地在地上打滚，扑腾了一阵就活活饿死了。临死之前，他模模糊糊地看到了那个老乞丐。那老乞丐说：“你现在知道被活活饿死是什么滋味了，为富不仁，不得善终啊！死后入恶鬼地狱。”李财主猛然醒来，发现自己不知何时睡在了乞丐身旁，想来是乞丐在点醒自己。他叫人给乞丐收了尸，又好生安葬。打那之后也变得乐善好施起来。你知道为什么住旅馆不能住走廊的最后一间吗？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脏东西。2015年的时候，我和女朋友小丽大学毕业之后一起去上海旅游，在上海外滩几个旅游景点转了一整天，着实累得不轻，便在附近的徐汇区找了一家快捷酒店休息。由于没有提前预定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房间，当时预算不够，也住不起高档酒店。没想到那天运气还不错，前台小姐跟我们说还剩下最后一间大床房，被我们赶上了。我俩高兴的马上交押金，办理了房卡，定下了那间625号房间。可找到房间后，我发现这是走廊的最后一间。当时我心里就有些打鼓，曾经有好多人跟我说，走廊的最后一间是最邪门的，一定不要住。很多稍有良心的酒店都是把最后一间设成杂物间的，但是小丽实在太累了，不愿意再出去找了。走进去一看，发现房间还不错，挺整洁的，就决定住了下来。但是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，那是一个被拉起来的窗帘。刚开始我以为是个窗户，可拉开一看，没想到后面是实打实的墙壁，实在令人费解。女朋友小丽说是为了装饰酒店的，但是整个房间还是给我一种怪怪的感觉。由于白天实在太累了，我们稍微洗漱了一下，就早早的入睡了。睡到半夜，我突然被小丽的一声尖叫给吵醒了。我一咕噜爬了起来，发现小丽正坐在旁边，呆呆地看着墙壁，还说那边有个人影，就在窗帘的后面。起初我并没有多想，觉得小丽是睡迷糊，看错了。不过见她有些害怕，还是起来陪她一起去了厕所，顺便自己也方便了一下。卫生间里有一面镜子，我在方便的时候无意间往那里瞟了一眼，可这一看，我的冷汗立马冒出来。那镜子正好反射到外屋的那个窗帘，那后面真的有一个黑影在诡异地站着。我马上转头又朝那个窗帘看去，可是并没有看到任何人影。我着急忙慌地跑到外屋，想看看那窗帘后面到底有什么，结果拉开一看，还是墙壁，并不会藏住什么人。我用手又是摸又是打的，反复确定了的确是坚硬的墙壁。为了不让小丽害怕，并没有告诉她我在厕所看到的一切，然后又硬着头皮躺在床上继续睡觉了，想着就算一个黑影也不能把我们2个年轻人怎么样。不知睡了多久，我身上感觉非常的沉重，那难受的感觉让我又醒了过来。可是我发现自己遭遇了鬼压床，身体完全不能动，只有眼睛能模糊地看到身边的一切。而这时我看到那个窗帘后面走出来一个黑黑的人影，那个人浑身漆黑，看不清面目，走路也是那种飘飘忽忽的。我瞬间明白那一定不是人，可是我浑身都动不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黑影走到桌子跟前，似乎在吃我们放在桌子上的剩饭。吃完了饭，便坐在我们的床边看着电视，可是电视里并没有什么节目，只是呲呲啦啦的雪花，可他却看得津津有味。他的一切行动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，好像他才是这间房子的主人，而我们才是入侵者。那黑影不仅在屋里游荡，还会到我床边，
爬在那盯着我看，可即使离得那么近，我还是无法看清她的容貌，她就像一团黑烟，模模糊糊的没有实体。我当时都快吓傻了，整个后背都被冷汗浸湿了，而小丽更是睡得出奇的沉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不知道她是否遇到了和我一样的情况，这样的状态不知维持了多久。我的意识开始慢慢的模糊了起来，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晒屁股了，楼下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，我猛地坐了起来，发现身体酸痛无比，但是可以动了。那时候小丽还沉沉地睡在我旁边，我推了推小丽，问她昨晚睡得好吗？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小丽跟我说，她后半夜睡得十分踏实，所以什么也没感觉到。我爬起来，发现昨晚放在桌子上的剩饭的确被人动过了，而电视也确实被人打开了，但是因为没开下面的机顶盒，一直都是雪花点。我见天也亮了，便告知小丽，昨晚经历了鬼压床，虽然还要在上海玩几天，但我们还是把房通通推掉了。从那次以后，我再也没住过酒店的走廊最后一间房。下面的这件事啊，说是有一位刘举人有一样无人能及的经历，常有人带着行为不端的家人或朋友找他，以此说教。他经常告诫他人一定要多行善事，阎王爷那里有本账，死后要查的。这刘举人还记得自己前3世发生的事，他这一世是个颇有名望的乡绅，他叫刘孝林，经常乐善好施，见不得别人有灾有难，对人也极为和善，认识他的人无不夸他菩萨心肠，60几岁做了数不清的好事，叫他一生刘山人也不为过。在其62岁那年寿终正寝了，死后来到了阴曹地府，阎王爷亲自摆下酒宴款待于他。席间小鬼给他倒了酒，刘孝廉没有马上喝，他先是瞅了瞅自己这杯，魂不见底，心说这怕不是迷魂汤吧，又瞅了瞅阎王面前的那杯，却是清澈见底。阎王举起酒杯说，凡有乐善好施者到此，他都会以礼相待，让他满饮此杯。他趁阎王饮酒之时，把自己的那杯倒掉了。酒后阎王查阅了他的生平，大为恼怒，原来这位刘孝廉只是表面和善，背地里坏事做尽，人前他施舍乞丐，背地里竟然放狗咬他走，难道女娼之事也没少干？他生平所干的坏事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全都记在阎王手里的那本账簿里。他以为可瞒骗世人，却不曾想死后全都要清算。阎王判他转世为牲口，小鬼用锁链缠在脖子上，牵着他就走，来到了一户人家，门槛特别高大，他迈不过去，被小鬼狠狠地抽了一鞭子，滚到了门槛里。听到有人说话，2个马夫正瞅着他笑，他往身上一看，自己已经变成了小马驹，他本能地趴到母马身下吃奶，如此便过了几年，就成了大马。每次反抗都会换来鞭子抽打，让他最难受的是不上马鞍的骑行，马夫双脚在他肚子上一夹，痛至骨髓。他心中不甘，又不想再受苦痛，绝食多日，把自己活活饿死了。随后又来到阎王面前，阎王见他罚期未满，又让他转世为狗，他实在不愿再做畜生，结果被小鬼一阵鞭打，他夺路而逃，却跑到了一处断崖，纵身跳了下去。等他醒来一看，自己正和几个狗仔在母狗怀里吃奶。等长大了，见到一些粪便垃圾，不仅会觉得美味，他实在不想做个不知香臭的狗子，便扑咬主人。主人见他疯了，便将他乱棍打死。阎王又见他自绝性命，抽了他几十鞭子作为赎罪，将他关到一个小黑屋里。他见有一处光亮，就爬了出去，发现自己脱身成了一条蛇。他发誓要从此为善，不伤害性命，饿了便吞噬野果，也开了智慧，自绝性命到了阎王爷那，只会重罚。有一天，他见有马车经过，便爬到马车前面，被飞驰的马车压成了2段，再入阴曹。阎王见他无罪而死，便准许他下世为人，他就成了刘举人，一出生就能开口能言，更是过目不忘。只是有一个习惯，见到有人无鞍骑马就会制止。他如今还记得没有马鞍被骑在胯下的削骨之痛，3世记忆也成了警醒他人和律己的最有力佐证。件事发生在2014年，直到现在牛马想起来仍感到头皮发麻。那天晚上，他一脸醉醺醺地回到了家中，妻子如花见状询问他又跟谁去喝酒了，而牛马则是一改往日的心虚，表示自己是和老家的发小狗蛋喝的。如花听后脸上显得很是惊讶，她知道丈夫已经和发小快20年没见了。牛马小时候是在姑姑家里长大的，那时候他唯一的玩伴就是发小狗蛋，他俩每天都会约在一起下河抓鱼，直到太阳快下山了才会分开。
然而姑姑却很反对牛马跟狗蛋玩，每当她听说牛马又去找狗蛋时，就会特别严厉地批评责骂他。原因则是因为狗蛋一家有家族传染病，姑姑怕牛马要是被传染上，那他就没法跟外出打工的姐姐和姐夫交差了。虽然牛马也知道传染病的严重性，但他已经和狗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所以不管姑姑如何反对，他依然会偷摸地出去找狗蛋玩，并且每次都会给狗蛋带上一些好吃的。可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被打破了。牛马的爸妈外出打工回来了，牛马在被爸妈给接走的时候，狗蛋拼了命地跟着车子跑，他大哭着跟牛马道别，让牛马记得一定要回来看他。牛马见状也是流着泪答应了下来。据说那天狗蛋在道别后并没有停下，沿着货车的轨迹跑了好几公里才罢休。后来牛马大学毕业了之后，就第一时间坐车去了老家看望狗蛋。他是在村口的街道旁发现狗蛋的，此时的狗蛋看起来特别的瘦弱。牛马见状问狗蛋这些年还好吗？狗蛋说前几年自己的奶奶也走了，于是就只能捡点瓶子勉强度日。牛马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他却并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，他不想伤了狗蛋的自尊心。在跟狗蛋寒暄了几句后，牛马就找了个饭馆请狗蛋大吃了一顿。在临走时，他给狗蛋拿了1000块钱，叫狗蛋把这钱收着用来买饭吃。而这一别就又是10几年，直到今天牛马从公司下班后，才又看见了来找他的狗蛋，这也让牛马感到特别的意外，不明白狗蛋为何会到公司来看他。不过当时他也没有多问，拉着狗蛋就在附近找了一家餐厅。在吃饭时，狗蛋主动说明了自己的来意，他说他是来还牛马上次给他的1000块钱。说完他就摸出了1000块放在了桌子上。牛马见状脸上笑了笑，说这钱就是给他的，用不着还了。狗蛋听后突然站了起来，他说这钱再不还就没机会了。当时牛马并没有听出这句话的意思，他以为狗蛋只是觉得他们见面少说的玩笑话。听完了丈夫的讲述后，如花便叫牛马把那1000块上交。然而等牛马把钱拿出来时，如花下的瞳孔顿时猛地一缩，那1000块竟然全是冥币。牛马见状也感到特别的意外，他赶紧拿出手机打给了自己的姑姑。经过询问后，他才搞清楚情况，原来狗蛋在7天前发病去世了。等挂断了电话，牛马才回想起来，狗蛋当时来公司楼下找他时，身上穿的好像就是一件寿衣。这是发生在江苏常州的真实事件。男人8年不洗澡，想去澡堂泡澡，却发现周围的一切都不正常。事情发生在2010年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蔡家塘村的一片民居里。那时候我在附近打工，为了省钱就租了一个小小的单间，条件十分的差，而且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，身上爬满了灰，让我实在受不了了。于是我经过打听，找到了一个大众浴室。这大众浴室是私人居民楼改造的，设施和环境都非常的差，但票价却很便宜。店老板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，招待的也很热情，说里面人满了，让我坐下等一会。我坐在大厅的沙发里玩起了游戏，大概等了1个多小时，从里面走出一个叼着烟的胖男人，好像跟老板很熟，让老板先记账，随后就走了。老板这才跟我说可以进去了。我当时玩得入迷，就一边玩一边掀开帘子进了屋。但我记得一进浴池，那里面很黑，不过当时我也没在意，径直的走了进去。进了里屋之后，我是真的有些意外，里面的设施破烂不堪，十分阴冷，而且还有一股霉味。但也没有办法，谁让自己缺钱了，也只好忍耐将就了。脱掉衣服之后，我推门走进了浴室，发现里面依旧破烂，而且光线很暗，墙壁到处都是霉斑，气温也显得更低了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老板说里面人已经满了，可我进来一个人都没有。本来想先冲洗一下，发现所有的莲蓬头都是坏的，也只好放弃了。好在浴池里的水还算清澈，我就直接下了进去，想着以后一定不要贪便宜。为了不让自己太亏，打算在池子里多泡一会儿。没过多久，我发现池子里好像起了一层水蒸气，有些模糊，而那个池子里似乎总有一些影子在水里飘来飘去。这时我发现周围的人好像多了起来，隔着水蒸气形成的薄雾，能看到很多人影，但是却看不清面目，在雾气中时隐时现，这让我非常纳闷。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怎么没看见这些人？这时突然身后一个白发的老人朝我大叫了起来，问我怎么进来的，还说这里不是我该来的地方，赶紧出去。顿时让我非常生气，这家浴池不仅设施破旧，连服务态度都这么差。我回头想跟那老头争执几句，
但看那些洗澡的人也都慢慢的靠了上来，站在老头身后，似乎是跟他一伙的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也只好极不情愿的被老头推了出来。我刚被推出来，那老头就死死的放下了门帘，连句话都没有。我当时心里那个气，想着再也不会来这么差劲的浴池。我出来之后，老板非常纳闷，问我怎么从那边出来了，还说我走错了。我当时十分气愤，并未明白老板跟我所说的话，还说什么再也不会到他家了。不过我往大厅里瞟了一眼，竟然大厅里还有几个人在等着洗澡，而且那几个人是这家店的常客。问老板，你们那屋不是在装修吗？那个家伙怎么进的那个房间？我见他们一直在议论着我就气呼呼的出了店门。可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发现了不对的地方，我整个身体十分疼痛，几乎是每一片皮肤、每一个关节，甚至骨头缝都是在剧烈的疼痛。我起来后发现身上莫名其妙多了很多的淤青，我掀开衣服，发现全身都是淤青。我连忙跑到了厕所的镜子前，用镜子照了照，我发现那种淤青十分的恐怖诡异。这不仅让我回想起昨天老板对我说的话，而且还有那个奇怪的老头。那老头竟然穿的是件寿衣，难道我昨晚遇到鬼了，还跟鬼一起在池子洗了澡？想到这儿，我不禁一阵后怕。